那我们就讲两个总论啊，一个是我们的足踝疼痛，可以把它录进去啊，足踝疼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腰髋臀啊，腰髋臀啊。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一个下肢的肌贴的先课室讲，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实做，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了哈。那还是一样，谢谢我们肖理事长的邀请哈。那很荣幸来这边跟大家再来谈这个题目哈。有了，好，这样看得到吗？好。OK， 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踝足疼痛。我们上周已经讲了上半身了哈，以及手部的哈。那其实踝足其实很类似哈，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讲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哈，会很简单的带过就可以了哈。好，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大纲哈，我们会介绍一些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这个好的基本观念。那另外我们也会特别针对下肢也讲这几个讲这几个这个重要的生物力学的原理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因为你懂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治疗了那再来就是我们说前中后足常用的这一个辅具以及肌贴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主要会是在肌贴那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踝足部的一些问题会给各位做一个介绍，我们再来做治疗好。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朋友那他在这个北部在担任这个文书的一个媒体人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说，那个徐医师我在台北看了膝盖跟腰痛很久没有好，那我想请问你这个是什么问题？那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拿2张白纸放在地上你放在地上，然后你拍一张照给我看。他说，可是我今天穿裤子不方便拉到膝盖。我说不是，我要看你的足部你看他拍下来这样子各位看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你看这个足弓比较低，然后呢它肌理是腱跟腱是偏的偏的，还有什么？它的大脚趾是旋转的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有时候足部的症状不见得会在足部，它会在哪里呢？会发生在我们的膝盖、我们的髋部，甚至我们的腰部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这些东西。所以有些人膝盖痛很久，包括我们这次同学有问到膝盖痛很久，动的时候有声音。为什么去吃药、打针、做复健去擦药膏都没有效？没有效，可能原因不是在膝盖，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足部那等一下我跟各位讲这个是低足弓还有就是什么？还有足内翻跟跟腱弯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多等一下来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脚看自己的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请大家穿轻便的衣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人类跟这一个这个大猩猩这个猿猴类的有什么不同人类的话是双足行走双足行走用2只脚走用2只脚走的时候呢跟用4肢去行走的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呢的这一个足部它为了要行走它必须有2个功能，一个是承重承受重量，另外一个是驱动驱动不像这个这个4肢它可能2个前面肌肉是负责驱动，然后后面呢可能是跟上的就是我常常讲的2轮跟4轮的不一样所以因着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足部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在演化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跟人类跟猿类来去比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胸廓比较不一样胸廓比较不一样，你看到胸廓比较宽，然后呢，我
我们的脊椎比较直再来就是我们的骨盆也不一样骨盆你看它比较低下这个比较高所以它的重心分布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度也不一样你看人类跟大猩猩猿类不一样。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我们的足部呢逐渐变成是适应可以走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跟猿类的不一样是什么？猿类的大脚趾它也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但是你看我们人的脚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骨盆从这个骨盆从大腿骨到足部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呢因为足部的这个问题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行走问题好，那今天来讲这个足部最重要的第一个概念我想这个核心大家一定常常听到我们的所谓的脊椎有核心运动有核心肌核心、腰核心，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也跟会提一个观念叫做足核心足部的核心也很重要，不是只有腰而已足部的核心呢我们是由3个系统所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被动系统，被动系统就是什么？它不会自己动的这个像肌肉像骨骼、像韧带这种不会自己动的这个叫被动系统。那另外一个主动系统，我想大家就知道了主动子系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一个这个可以收缩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像足部的甚至小腿的肌肉来负责我们的这个动作那还有什么？就是神经子系统神经子系统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那个电线一样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足部呢，其实像一只雨伞这样子雨伞你要开合，它必须要有什么？骨头有伞骨有伞柄有伞骨，这个就像我们的被动系统。主动系统就是什么？它会有张力，它会可以动作这就像我们的伞皮伞面这是主动系统。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神经子系统神经子系统就是像控制的比如说我们的手来去把它打开关起来这样子好，那大家知道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被动的子系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骨头跟韧带，这个是没有办法收缩的。刚刚说有没有？它好像就是一个雨伞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足部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像一个伞状一个伞状的这个结构，像雨伞。那雨伞呢，它是有什么？有很多的骨头，还有什么旁边的韧带来去组成的来去组成的所以这个东西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雨伞它是不是都有这种弧状其实我们的足部也是这样子我们通常有几个足弓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我们足弓有内侧的叫内足弓，外面也有一个叫外足弓，还有一个是什么？横向的这个叫横向的足弓，有前面有后面有这些东西呢那形成了我们足部的一个结构，这个我们叫做被动系统被动系统那这些韧带呢，像伞皮的这些结构呢我们叫做functional动就是动就是像什么我们说大巨蛋的那个东西那圆弧状的这些东西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脚底有这些韧带它连在一起，把什么？把我们的脚掌骨连在一起。我们足部总共有26块骨头把这些骨头把它兜在一起想象这些韧带这些肌腱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强韧度很够。那这里有一个名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是一条肌肉连到骨头的，这个叫肌腱那但是如果是骨头连骨头，这个我们叫韧带一条的这个我们叫肌腱或韧带。但是如果是一片的呢？一片的我们叫什么？叫做腱膜腱膜就肌腱的腱，膜就是什么？那个包膜的膜叫腱膜所以你看我们常讲足底的这个东西叫筋膜不太对，叫韧带也不对，为什么？它是整片的所以我们叫做 aponeurosis， 这个叫足底的腱膜它是一整片的这叫腱膜好，那再来就是当然骨头跟骨头之间都有一些韧带那这是形成我们足部的这一个足弓这是我们的足核心的被动系统好，那大家看一下
主动系统的，主动系统的，就是我们说的会收缩的成分，就是肌肉肌腱了，但是这肌肉肌腱又分成两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比如说大家今天来上课，是骑摩托车，跟开汽车嘛，对不对？我们摩托车跟汽车都有轮子，那轮子呢，有两种，我们车子要前进，它的轮子有两种功能。第一个，轮胎是不是要有气，对不对？轮胎有气，它才能够前进，前进效率才能好。第二个是什么？你光有轮胎有气是不够的，你需要什么？需要动力去推它，就是马达，就是马达。所以我们主动的这个肌肉系统呢，就好像我们的车子里面的轮胎跟这个驱动系统一样。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叫做局部稳定机，就是简单讲，局部稳定机就是像什么轮胎的胎压，你胎压够，你自然稳定度是好的；你胎压不够，稳定度不好，这叫局部稳定机。那这些肌肉呢，就是在我们哪里？在我们的脚掌，脚掌的指头的中间，脚趾之间，所以有人叫做指尖肌的，主要是指尖肌，这个叫做局部稳定肌。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负责前进的，负责动力的，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就像我们的马达驱动系统一样。那这些呢，我们叫做整体运动机。那整体运动机是什么概念？你脚平常站着的时候它是不会动的，但是怎么样？你可以往前往后都是靠我们什么？靠我们的局部整体运动机。整体运动机在哪里？很多都是什么？从脚掌的骨头连到哪里？连到我们的小腿，所以各位有没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今天礼拜天早上你去爬山，或者是跑步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很酸。那这时候我们会问你说，你是哪里酸？你是脚掌卡心脚掌里面酸呢，还是小腿酸？这代表不一样的意思。如果你是脚掌里面酸的，表示你的什么局部稳定机有问题，局部稳定机出现状况。但是呢，如果你是小腿这些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讲，小腿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表示整体运动机是有问题的，整体运动机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什么，这个老人家有时候常常会跟你讲说，以前我走路走步脚就酸的，脚就酸的，我是讲你是大腿、小腿也是脚，他是说什么小腿、小腿整体运动机不够。老人家整体运动机不够，最常见是什么问题？肌少症对不对？肌少症怎么量？大家请借一下你们的手，就是请大家大拇指扣你的大拇指，我们的食指是不是可以扣在一起？对不对？可以扣在一起。然后你画这个圈圈来，请大家圈自己的小腿，圈你的小腿最粗的地方，你扣看，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扣你的小腿，你看看后面扣着大拇指，你前面的食指能不能扣在一起？可以的，请举手看看。有人可以，有人可以，举手的同学，恭喜你有肌少症，肌少症要做训练。对，所以大家抠起来，可以碰到的时候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我说你有肌少症，有人说怎么可能？我小腿从小人家都说我很粗那这个东西是大家自己量自己的，懂身寸，这个就是你，如果你小腿最粗的地方，你的这个手指头这样可以扣得起来，表示你有肌少症，这样知道吗？那小腿的肌少症会有什么症状？走路小腿容易酸痛，然后呢平衡不好，容易跌倒，那会听到那糟糕，我刚刚这样怎么办？是不是赶快看医生？不用，先锻炼，锻炼什么？锻炼我们的哪里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前面还后面？后面，其实不对啦，其实大家会说，老师，我这个脚后面那个萝卜那么大颗，你还叫我练，对不对？我前面虽然勾不起来，我肌少症，我练我那个腿萝卜那么大，我不要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大概研究比较清楚的是，我们的小腿的肌少症会容易造成容易跌倒，容易的没有力气走路，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以为
主要的肌肉是来自于后面的这个小腿腓肠肌，其实不是，应该是前面。好，前面大家摸摸看，我们这个叫胫前肌。好，前面就是你脚好像要翘起来，往上翘起来的时候，前面这里是会有一条肌肉鼓起来，这个叫胫前肌。好，胫前肌反而是维持我们走路稳定比较重要的肌肉。好，所以怎么练习？好，怎么练习？就这样练。好，平常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扶着，好，然后练这个动作，练这个动作，好，就是往上翘，往上翘，好，这个可以这样子，这样知道了，好，好，这刚好可以当那个，好，所以我们的这个足部有分，好，整体运动肌跟那个局部稳定肌啊，好，这个概念，好，就像我们什么？轮胎，轮胎啊，它有这个驱动系统，还有胎压，这个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大家所谓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就是什么？我们的足部的第三个很重要，就是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它有什么？有一些感觉的受器，感觉的受器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本体感觉。什么是本体感觉？就是我们晚上洗澡，眼睛闭起来，或者是灯关着的时候，在暗处你可以知道你身体是在哪一个姿势，我是蹲着呢，我是站着呢，我是跪着呢。我们这些本体感觉就是提供我们的一个神经的这个回馈，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本体感觉，比如说我这样蹲着。或者是站着，或者是往左边、往右边偏的时候，你知道身体的姿势是在哪里，这叫本体感觉。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就是足底的感觉很重要，足底的感觉很重要。什么是足底的感觉很重要？特别是脚底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走路跟平衡有关系。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比如说，碰恰它，赤脚走路。跟穿袜子走路，如果你的袜子又很滑的时候，哪一个时候比较容易滑倒跟跌倒？穿袜子嘛，或者是什么？我们的鞋子如果是平的或者是滑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反而脱鞋子，你赤脚走路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跌倒。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情形下面，我们的足底感觉，在赤脚的时候，它的这个回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步态啊，平衡要变好，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赤足行走，赤足行，通架它，通架它，所以很早中医就有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什么，要接地气嘛，对不对？不要穿鞋子踩着，赤脚走路是这样子，好，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的足底的这个神经系统呢，经由什么？牵拉反射，牵拉反射来去感知，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拉筋的动作。其实不是拉筋本身有帮忙而是什么？牵拉反射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肌腱里面的那些本体感觉的这个受气被活化，活化之后，你的感觉就会比较敏锐，比较敏锐，所以这个是我们神经系统，这样了解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足部核心的评估啦，足部核心的评估啦，在医院里面我们大概会做左边这两个啦，第一个就是做这个指抓力器，这个大概5年前，这个已经有科学家能够发展出来，就是什么？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做的那个握力器一样，我们可以测足部的指部的抓力，抓力这是第一个。那这个东西我们用很久了啦，叫做足底压力计，就是你站上去之后，看到这个压力分布的这个东西在哪里？这我们在治疗糖尿病病足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用这样子，因为两边压力不一样，一边压力比较大，红色的压力越大，蓝色的越小，那压力越大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破皮，所以有些人呢，他的足部有慢性的溃疡，一直破洞，一直没有好，我们就会给他做这个足底压力计，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好，那再来，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下足内在肌的测试。内在肌的测试来，请大家为什么要请大家坐椅子？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可以看，来，大家可以试着站看看，内在肌我们前面有椅子可以扶，
对不对？好，你站着的时候，好，我们请大家两只脚站的时候，好，你可以看看，好，可以看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好，怎么测内在肌？来，大家说老师我内在肌没有问题，来，请你单脚站，看看，单脚站看看，好，站的时候你维持这个动作，好，维持这个动作，好，10秒钟，好，然后换另外一边，单脚站。有人就什么5秒就想要换脚，有没有？你虽然站的时候你觉得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比如说用单脚站的时候，单脚站10秒钟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两只脚有一点不一样？好，比如说我的话，右边曾经受伤过，我的本体感觉比较不好，我站着的时候本体感觉不好，我会怎么样？就会这样动来动去，晃来晃去。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好，然后第二个，好，你看的时候就是你，有人说老师我站着都没问题啦，但是你看你这样站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会微调？什么叫微调？我们足弓会左右这样动，还有脚会什么？会想要抓。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你会产生这种辅助动作的时候，表示你的这一脚的本体感觉，好，开始有点影响，会有点影响。这样知道，我们等一下会教各位怎么那个。好，然后大家再来可以试试看，单脚站的时候你这样子，好，这样站，然后单脚站的时候可以这样站，你会发现有一边站的是比较稳的，对，有没有？有一边站的比较，为什么？惯用脚。很好，叫什么？叫做优势脚，或者是惯用脚嘛，对不对？好，这样知道嘛？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优势边也会用的比较好，也会用的比较好，这个也有关系。好，这是核心的。好，来，大家请坐。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足部要怎么做训练？怎么做训练？好，第一个，我常常讲那个核心训练要做这一个缩足运动。我只要讲缩足运动，有10个病人5个就会说老师我知道，医生我知道，缩足运动就是这样嘛，就是手握拳嘛，对不对？说这个，部分对，部分对，为什么？这个动作，比如说大家可以试试看，你的脚做这个动作，这个其实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屈指操。弯曲你的脚趾的操，所以这个叫做屈指运动。所以我们缩足运动不是这样，缩足运动是怎么做？来，大家看我的手我们的脚是怎么样？你屈指的时候是脚趾是要直的，做什么运动？做这个运动，懂我意思吗？所以缩足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你脚趾是伸直的情况下面，你把这个足弓撑起来，这个才叫缩足运动。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脚如果做这个东西，大家常做，这个叫做屈指运动，屈脚趾运动。但是什么是缩足运动？这个东西才是缩足运动。所以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屈指运动跟缩足运动是不一样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常常屈母操、弯曲脚趾，大家会常做嘛？脚趾头这样抓，对不对？但是你屈母操、屈指操做完以后，你要做什么？做缩足运动，来试着把脚贴在地上，脚趾头贴在地上，然后什么呀？把你的足弓收起来，把你的足弓收起来，把你的足弓收起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做嘛，没有想象中的好做。对，那大家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回家可以拿一个什么球或者是网球毛巾，你做这个动作，就是把这个足部这样缩起来，这个才叫缩足运动。这样知道吗？它怎么样是一个成功的缩足运动？你把那个网球放在地上，你可以把这个球用脚把它捏起来。这个才是这个才是这样知道这个很重要。OK， 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缩足运动。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缩足运动目的是在于哪里？你在做缩足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感受你的这一个中位置，什么东西的中位置？我们的距骨。什么是距骨？距骨是这里。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你可以摸摸看自己的那个脚，脚的这个脖子，脚踝的这个脖子是不是有2个凹窝？是不是2个凹窝？这2个凹窝呢，两边站着的时候应该是一样深，应该是一样深。但是你如果站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左右放的时候，你的这个距骨的这个两边会不平均这个是不平均。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试着站站看，你可以扶着东西站的时候，你先这样子，你先感觉这个位置，然后再来你手放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左右要晃的时候，表示你这个中位置已经跑掉了，这种位置跑掉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会有实作教大家做嘛还有就是什么，你万一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肌贴来帮助大家维持所以这个中位置要等一下来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如何训练很重要是，大家会说老师我穿着袜子鞋子做的比较不好，我们会建议什么 minimum footwear 所以我们现在关于足部的照顾的概念就是什么，尽量要什么裸足，或者是最少足着最少足着。什么叫最少足着？你穿的足部的矫正的东西是越少越好，越少越好。所以我们在穿那个鞋垫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我那个整片的部分的哪一个比较好用？这种部分的会比较好用，好不好？这最少足着跟裸足的概念，请大家知道一下。好 ，OK， 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常要做的东西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脚屈指分指还有就是什么这个缩足的运动，这个就是我们屈指运动应该做什么东西？要这样跟这样脚趾头是弯曲伸展跟张开，弯曲伸展跟张开。有的人会觉得说，老师你讲这个图好复杂其实我就是教什么，大家做什么，脚趾头做就是做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就是这个东西，剪刀石头布剪刀就是什么，就是伸展，石头就是弯曲，布就是什么，撑开 spread out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试着做做看。用前面2指做剪刀石头布，用中间用外侧做剪刀石头布用这个意面下去做，好不好？这是平常我们足部可以做的这个运动。每天可以这样子做，好不好？这个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屈指运动跟缩足运动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是屈指运动，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做得不错的屈指运动，但是缩足运动我们刚刚讲重点是什么？脚趾头要贴地，然后呢要维持缩足。缩足简单讲就是什么？这个地方把它缩起来。所以你缩足运动做得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鞋子会变得比较小，你可以穿比较小的鞋子这样子缩足运动。这样知道吗？这个图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不同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过足弓嘛足弓就是我们大家看我们的足部的内侧，足部的这个内侧它有一个这个足弓。那这个足弓呢，它的维持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骨头的结构，那第二个就是什么？骨头之间的这些韧带第三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指尖肌，把它收缩的时候就可以形成我们这个足弓足弓。那这个足弓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东西韧带，我们刚刚讲它是有弹性的有延展性的，所以它如果维持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的足底的这个曲度比较够的时候，你想象这里有一条橡皮筋。你踩下去的时候，它会伸展；收缩站起来的时候，它会缩回去。它是不是有一个韧性？韧性在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足弹簧足弹簧就是腿部的弹簧，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帮忙我们吸收震动。所以今天你如果有这个足弓的时候，你的脚可以吸收震动。你足弓比较低的时候怎么样？
你跑的时候脚底就容易痛，都会痛，这是我们主攻的的这个概念了，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在不同行走速度，比如说你是慢走、快走或跑步的时候，其实足部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它可以不同的延展性，但是你如果走路、跑步跟快跑的时候，它需要的弹性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需要不同的装置，肌贴有不同的贴法，所以各位可以知道，你如果常在跑步的时候，慢跑的，长跑的，或者是打篮球的时候，不同的鞋子，不同的功能对不对？穿起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足部有一些结构，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内侧的足弓，那一个是什么？外侧的足弓，另外一个是哪里？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叫横向的足弓，这样知道吗？所以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有这3个足弓，那外足弓、内足弓跟横向足弓交叉的3个点，刚好就是什么？我们站着的3个点，所以你内外跟横向足弓有问题的时候，病人就会在足部这3个地方就会有问题。大家有看过那个电影《魔鬼终结者》嘛？对不对？他最后整个烧光以后，他的脚就是这样3只在地上，3只在地上，这个就是前面的足弓跟后面的足弓，所以比较常出现问题就是在哪里？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这3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3个地方的疼痛，有的时候可能是跟足弓有关系，足弓有关系，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内侧的足弓、横向的足弓、外侧的足弓，它这个东西，这个负责一个什么？负责一个承重，承受重量，承受我们的什么脚踝下来的这个重量，所以有的时候扭到脚是什么？内外足弓不平均，然后重量下来的时候怎么样？脚踝就扭伤，所以等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讲脚踝扭伤，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机制，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那个。第一个绞盘机制，绞盘机制是什么？我们足底有一片，我们刚刚说叫腱膜，叫筋膜，叫腱膜。那这个东西你要去拉它，怎么拉？你可以直接去按压嘛，直接去按压。还有一个怎么做法？可以做，我们可以把脚趾拿到什么？往上拉的时候，因为我们足底的腱膜是这样整片的。如果你做这个东西，垫脚尖的这个动作。它就会拉到足底的筋膜，这个东西我们叫做绞盘，绞盘的机制就是从这个地方你去牵拉的时候，它会什么拉到足底的这一个腱膜，所以你要拉这个足底的腱膜，可以怎么做？可以做这个垫脚尖的这个动作，就像大家的手一样，你如果这样子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掌心的这一片腱膜它是在绷紧的？我们脚底也是这样子，同理可推。如果说他的脚底的这一片卡心一直不舒服，一直觉得很紧的时候，你要给它放松，要怎么放松？除了这里放松之外，你可以什么？调整脚趾的位置，对不对？你把脚趾的位置光这样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它足底那片的腱膜就会放松？这样知道吗？这个东西我们叫做绞盘机制啦，就是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的一个绞盘一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弓弹簧机制。大家看以前古早的这个桥，它是不是像这样子圆弧形的？圆弧形的时候，它如果压力下来的时候，它是不是这个地方它给你撑住？给你撑住，这个叫弹簧机制。什么是弹簧？是不是中间的这一片？肌腱这片韧带这片腱膜就是所谓的弹簧，那这弹簧有2种，一种是什么？韧带它是不能够延伸的，被动的支持。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肌肉，这个是弓弹簧机制。所以大家今天早上，请大家看自己的足弓，可以拍起来。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练完之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你的足弓是不是什么？会变得比较塌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请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会容易塌下去，因为我们到下午的时候肌肉疲劳了，肌肉没力了，
它是不是就足够塌下去？同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呢年纪大，他会有膝盖和足部有腰的问题。我跟他说，你是足弓的问题，你是扁鼻足，你是低足弓。有的人说无啊，我少年的无啊，以前的无啊，但是一看，有为什么？我就问他说，你以前年轻的时候鞋子穿几号？现在鞋子穿几号？是不是越来越大？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变大，韧带变松，肌肉没力，它会怎么样？塌下去。是这样子。好，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等一下到后面，请大家买鞋子也很重要。什么时候去买鞋子？尽量是中午吧。好，中午。好，为什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你脚变大，脚变大，放松了。放松的时候，你再去买鞋子，你会买到大一点的鞋子。这样知道吗？好，所以你在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鞋子比较大。鞋子比较大的时候，你会晃动。晃动的时候怎么样？脚要负责更多的力量去收缩，来去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有的人穿大鞋子就会什么？就会觉得脚很酸，很容易疲劳。这样知道吗？所以是这样的原因。这鞋子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好，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足部的东西，这个绞盘跟这一个东弹簧，它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足弓维持我们的这个弹性。好，那这个我想大家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疼痛的原因，姿势的不良，动力链的使用的大脑。还有就是什么？反复的使用，不够修复不够，像运动这些的。还有就是什么？年纪大的人，足部耐力不够，不动这些东西都有。好，那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了。为什么要处理？你如果不处理的话，它会有一些恶性的循环。好，那讲到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前中后组常见的一些疾病跟辅具。这在讲义里面有，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怎么照顾？照顾的话，刚受伤，大家知道以前的原则叫什么 ？PRICE 原则嘛。保护、休息、冰敷、压迫跟抬高。但是在2020年之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照顾的概念，就是什么？保护患处。保护。PRICE 它在衍生叫 Peace and Love。Peace and Love 就是什么？保护患处。就是抬高患处。再来就是使用适当的药物。适当的药物。什么叫适当的药物？抗发炎的药物不要一直使用。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愈合啦。然后再来就是适当的加压固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还有就是什么？认知教育。有人说我拉伤、扭伤、顿挫伤之后我不要动，是不是好的比较快？其实不是啦。其实早期的活动，适当的正确的活动很重要。好，再来就是什么？适当的负重。适当的负重，在无痛的情形下面去给它承重，这个很重要。然后再来积极面对。所以我们有些人脚踝扭伤很久没好，就后来是什么？发现他是忧郁症。忧郁症，早期的忧郁症，他这个没有积极、没有乐观面对的时候，容易这种扭伤，特别是脚踝会不容易。那再来就是什么？有氧循环。我们在这个地方换流量给它成功。运动增加血液循环，还有什么？热敷增加血液循环。现在我们在国训中心帮选手扭伤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什么？高压氧，就是给他什么？这个地方给他氧气进去，让他修复。还有就是早期的运动，这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急性期 PACE 原则，亚急性期就是 LOV 原则，就是 Peace and Love 这个原则。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常见的足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足部大拇指大脚趾的外翻。外翻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脚有没有这样外翻的情形。我们一般是分成这几种。这是轻的。把那个鸡蛋把那个有算吗？像动物
你说玻尿酸的。对对对。对啊，玻尿酸我们就是修补的修补的一个东西，我们很常打这个是轻的、中的，这是严重的，你看我们看到严重的它会怎么样？第二指会跨到大脚趾上面去，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是我们的脚趾外翻脚趾外翻的情形。那脚趾外翻我们走两侧，通常是第一二指尖的这个角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大脚趾往外的角度。如果这个1、2的这个角度呢，大于9度，或者是外展的外弯的这个角度大于20度，这个东西我们叫大脚趾的外翻这个东西我们平常会追踪，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自己的脚趾中间，这个空隙是不是变大，然后这个是不是变大，是不是有错位或者是脱位，比较严重的时候，有第二指会跨到第一指上面去，这是外翻的这个东西。那外翻的时候通常是什么？韧带松掉还有什么？肌肉无力嘛，对不对？肌肉无力，哪一些肌肉无力？这边的肌肉跟这边的肌肉，你看这里只有一条肌肉，这里有4组肌肉所以你看这个大脚趾很可怜为什么？因为这边往外拉的力量有4股力量，但是往内的话只有1股力量，所以久而久之你没有锻炼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没力，就会什么被拉，所以我们平常要做的时候是什么？这个地方拨筋把它放松，但是放松以后要什么？这个要强化，这个强化怎么做？来，请大家做这个动作，大脚趾做这个动作，不是手是脚，是脚。来，大家这样做做看。换刀对吧？为什么？你想想看，你的大拇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用力是不是很难用力？来，大家自己可以摸摸看，你这样子大拇指，你如果手顶在这里的时候，你这样用力是不是很难用力？大拇指如果是这样外翻的时候，你这样用力是不是很难用力？不好，它在不好施力的姿势嘛。但是你如果是正的时候你往外动是不是很好动？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大脚趾，你有没有发现，它如果是这样子弯这样的时候，这一条肌肉是不是很难用力？什么时候会比较好用力？把大脚趾回正的时候，它这个是不是比较好用？它会出来，怎样艺术比较好用力。这个我们叫什么？这个叫做内收肌嘛。那你怎么让它好用力？当然拨筋放松了好用力嘛。第二个就是什么？贴肌贴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会教大家贴肌贴，把什么大脚趾贴到正的位置，我们再让它在正的位置去练习，就会比较好练。这样知道吗？好，这样知道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看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这组肌肉这几组肌肉来去收缩，然后这里收缩它会变掉。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叫做第3个效应出来了。刚刚讲角弹效应、弹簧效应，第3个效应叫什么？弓弦效应。什么叫弓弦效应？大家有拉弓射箭过嘛，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这个叫伸展，这个下面这个叫弯曲，这2组肌腱，它如果平常是直的还好，但是你如果越偏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现象？是不是像一个弓箭？这个就是弓弦效应。所以你大脚趾酸，有人说我卡迈的，或者要请人家慢慢垮的，或者拍脚，对吧？就不要穿鞋子，不要让人家看到，你不要管它，会怎么样？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当你大脚趾往外弯的时候，你这2组本来是负责弯曲跟伸展的肌腱，它也帮忙什么？帮忙把你的脚更往外拉。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弓弦效应，这样知道吗？那你如何避免弓弦效应的产生？还是一样要把什么脚趾头贴到正的位置去，这样知道吗？贴到正的位置去。那怎么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拇指脚趾外翻的这个装具，就是装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中间有这个分指器，这个指尖分隔垫，
还有这个外翻靠，还有什么？还有肌贴，这些都等下会教大家贴。大家不要觉得说啊，看到这个我们以前在上课的病人同学马上就拿起来说拍，老师这在哪里买？重点不是在哪里买，是什么？你这个穿上去之后，你能不能练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外面卖很贵也很好，也很好。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穿下去，你有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它的旋钮是在这里给你卡住了。对。所以这种东西什么时候穿？睡觉的时候穿很好。睡觉的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脚不会动，这是夜间的护套夜间白天不要穿这个。那白天的时候可不可以穿这个？可以吧。但是你穿这个是什么？这个跟这个都叫什么？被动矫正嘛。被动矫正你还是要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它外展的力量是多少？是0嘛。它只是帮你回复到中位置，你还要做什么运动？做这个运动嘛，对不对？对不对？这样懂吗？好，那肌贴跟这个东西差在哪里？肌贴跟东西，如果说等一下教各位贴这个肌贴，我们会教各位贴这个肌贴。肌贴的时候，它把你保持在正中位置，它有一个什么力量？稍微往外的力量，往外拉的力量。如果这个东西，它这个往里面收的力量是0的时候，我们贴肌贴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它到10%、20%，它有一个提醒你往内收的力量，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好？所以贴肌贴有时候效果会比这个要来的更好，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越往外偏的时候，它约束力越大。你回到中位的时候，它没有约束力。那你如果贴法，我们等一下会教各位，如果你有贴的时候有一点点约束力，是让它把它往内带的时候，是不是有提供你往内的这个运动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东西看了就知道，这是晚上穿的，平常穿的。那真的你要有训练带的是什么？带肌贴，带肌贴，等一下带到没做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东西久了之后，比如说你这样久了之后，它会在这个地方突出还会什么？肿起来。肿起来，这种叫拇指滑液囊肿，或叫滑液囊发炎，那有的人这个发现的时候，他会以为是什么？以为是那个尿酸，尿酸高，痛风，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时候，这个地方它会肿起来，会很痛，因为这个地方滑囊有发炎，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带这个？这个叫bunion shield，就是大拇指的细胶垫。那大拇指细胶垫的时候怎么样？你给病人戴的时候，有的人病人像我门诊有的时候，你叫病人下去戴，我的同事怎么叫病人下去戴？病人下去戴10分钟就跑上来，医生，我这个脚这里就痛得要死，你叫我戴上去，撸疼，不撸疼，为什么？他可能就疼，他就说你这用细胶软一点就可以了，其实他还是急性期的时候还是很痛。那我们可以做什么？要帮他往外，我们要去弄到做什么？肌贴对不对？肌贴我们可以怎么贴？这个是传统的贴法，你也可以什么？我们贴上个礼拜讲的 O 字形，我们 O 字形有约束力，是把这个地方避开，这样知道吗？所以肌贴也可以贴，所以拇指滑液囊肿，我们等一下也会教大家贴，怎么贴肌贴，这样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做锻炼的动作。锻炼动作怎么做？就是做这个动作，大脚趾，做这样的动作，这样子，这样子动，这样子，还有什么？做这个动作，内收的这个动作，好不好？这个图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大脚趾，最常见的拇指滑液囊肿的这个问题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东西。这个叫 turf toe， 什么叫 turf toe？ 就是你在草地上跑的时候，突然蹬的，有一点这样卡住的时候，哪里？这个地方受到拉扯，受到韧带受到拉伤，这个地方拉伤的时候它肿起来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平常走就不会痛，但是什么？垫脚尖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韧带受到拉扯，它就会很痛。
这我们叫草皮质。那草皮质的目的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什么？肌贴可以把它贴在这里，让它不要被拉扯到。好，那等一下也会跟各位讲怎么贴。好，那你看这个东西呀，我们会使用什么？会使用这种护具，怎么样？让这个卡住的地方它不要过度的弯曲，或者是被推开的时候它去用力。好，这个是草皮质的护具。那以前传统的固定的贴法，就是单次使用，没有弹性嘛，所以现在我们改良肌贴以后，这个东西反而跟这个一样好用，甚至更好用。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草皮质怎么贴。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就是角质的弯曲，角质的变形。那角质的变形通常有这3种嘛，就是爪状质、锤状质跟这个锤状质。magnet toe、hammer toe 跟 claw toe， 但这个东西大家不用太计较，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主要贴的目的是什么？利用肌贴的支撑的原理，把它恢复到正确的位置，恢复到正确位置。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短期的护垫，来去贴，把这个弯曲的压力分散，矫正它的指头，达到最大的矫正效果。或者是可以用什么单指的，像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你如果是这个地方弯曲比较这个，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这个东西，我常常讲叫什么，就是那个长毛巾，长毛巾就是那个上海滩有没有周润发挂的那个东西，就是像这样子，挂这样子，我们去矫正它的单一的一个角质。那当然你可以使用什么分子器，这个也是一个效果。平常就是用分子器，或者是用肌贴都可以。那肌贴我们怎么贴？比如说这个小角质，它是往内夹跟往内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旋转的分力，旋转的分力把它往外贴。这个大家等一下可以看看自己的脚趾头有没有这样，我们可以来做，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 metatarsalogia。什么是 metatarsalogia？ 我们刚刚讲足弓嘛，它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它是施力的，所以你如果长时间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容易疼痛。通常是什么？跑步的第一步，刚要开始跑的时候，这个地方弯曲，它就受到不舒服，就是为这个，或者是什么？还有一种病人常会讲，他蹲下来绑鞋带的时候，他拉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会不舒服。还有的人说他觉得走路的时候这里会有异物感，但是看起来脚底又没有肌炎，又没有胼胝体，它变厚，但是呢摸起来又不变厚，但是他觉得有异物感，这个东西我们叫直痛，直痛。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鞋子太紧，或者是什么你的足弓不够，造成这里的这一片的腱膜去拉扯，去受伤。去受伤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矫正，怎么样把它的足部恢复到正确的位置，让它这一条肌腱跟韧带不要拉扯到。所以哪些人会比较常遇到？常常要跑步的人，比如说常常跑的时候，他这里会拉扯。还有就是什么？长时间穿高跟鞋，穿高跟鞋的人会这样子。还有就是什么？体重太重，有些人还有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痛风，这个地方它就容易发炎，这个叫直痛，这叫直痛。好，那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叫末顿式神经瘤。什么是末顿式神经瘤？就是脚趾的骨头中间本来有神经经过，但是因为长时间的挤压的时候什么，造成这个地方的神经肿起来，这叫末顿式神经瘤。那这通常就会有一个什么？异物感，好像脚前面有一块石头，然后会刺刺的、麻麻的、烫烫的感觉。以前有一阵子流行那个女孩子穿那个女巫鞋，有没有？很尖，非常非常尖，她就是把那个脚的这个指头都扣在一起，所以长时间这样摩擦的时候，这指尖的神经就会发炎，就会这个。所以平常我们会什么？这个高跟鞋的建议当百步鞋了，不要穿太久。还有就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护具或者是肌贴把它撑开，比如说像什么，用这种直垫，这个地方把它垫着，把它撑开，然后这个是可以的。那或者是什么？等一下也会跟各位讲，我们会使用肌贴，肌贴的方式怎么样？
把你的脚趾跟脚趾之间的空隙维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它不会去卡到这肌片的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的人是大脚趾的滑囊炎，有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小的脚趾的这个滑囊炎，这叫小趾滑囊炎。好，这个叫 Taylor's bunion。Taylor's bunion 就是什么？大家以前就做那个裁缝，打龟的江家嘛，裁那个裁缝，一直踩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地方去踩。用这个地方去踩久，这个地方会发炎，这叫 Taylor's bunion。好，这个东西啊，通常是因为摩擦的地方引起的。好，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使用肌片来去矫正。好，那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装具啦，包括下面的细脚垫片，或者是这种细脚的骨套。那到现在我们就是个别化处理的话，就使用肌片，好，那刚刚讲的啦，来大家看一下这个脚有什么不一样？要不要说说看？一个可以还有什么？第二指比较长。好，这我在那个长庚科大上课的时候很好玩。那时候上的时候，我说：“这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老师，我知道，这人那个脚的毛是金色的，所以他是外国人。我说你看的还真仔细。有想到，好，那事实上不是啊。我们要请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看看自己的脚趾头。这一种。如果是这种脚，我们以前国外叫 Greek toe 的 Greek toe， 希腊人的脚趾头是这样子。通常它的第二脚脚趾比较长，但是你说如果是1、2、3、4、5，第一指最长2、3、4、5，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Roman's toe，Roman's feet， 罗马人的脚，它有什么差别？第一个，它如果这个比较长的时候，走路的重心就会从第一指偏到第二指。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重心是怎么传递？是从脚跟，然后到外侧，然后到大脚趾去，重心的传递的方式是这样子。但是它如果第二脚趾比较长的时候，它会传到第二脚趾去，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就是用第二脚趾作为重心往前进。那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什么？大脚趾会往外靠。他这一类的人呢，常常会有扁平足的现象，那扁平足的时候呢，会容易脚扭伤、膝盖痛跟下背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的师婆嘛，Janet Travell 这是美国的第一位复健科的女医师进入白宫的幕僚嘛，白宫医师 Janet Travell， 她发现这个东西叫莫顿氏指。这种东西叫莫顿氏指，莫顿氏指跟下背痛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走路的轴心它不稳定，不稳定的时候走路会这样晃，这样晃的时候它会造成膝盖的扭转比较多，这样走的时候膝盖会扭转，然后呢大腿会扭转，有的人会造成髋跟腰的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动力链失调的这一个现象。那动力链失调的现象，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站起来自己看看。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常踏步的时候，你可以看你的膝盖，如果穿短裤的可以自己看，膝盖有没有这样子转的现象？如果有转的现象的时候，表示你的这个足弓在踏下去的时候它有旋转，有旋转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膝盖的扭转，这样知道吗？然后再来请大家摸摸看我们的这个裤头，这叫破筋膜张肌，这里不是有一个凹窝？你站起来的时候这样踏步，你看你压的这个点它会不会前后晃？它如果只是凹下去那就没有问题，它如果会前后晃，表示你的什么？你的大腿是有前后转动的，所以这种走久的时候，这里会不舒服，可能
跟这个东西都有关系，这样知道吗？好，等一下我有一个辅具啊，好，给各位，好，这个啊，对，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好，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动力链失调了，好，那这会造成这个排列不正，排列不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肌筋膜的动力链，肌筋膜动力链，这上礼拜讲过，它比较容易在哪里？最细的这个地方，最细的地方受伤，那好，那这个是这样，好，我把它讲完了，我们再实做一次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好，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是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同事的准女婿啦，早进来的男朋友啦，他有一次来给我看，他很紧张带来给我看，为什么？他就说打完篮球之后啊，脚扭伤，去外面看都不会好，突然一直肿，肿了好几天都没有消，他不知道怎么办，来给我看，来给我看的时候，他脚是这样子，金刚米哭了嘛，对不对？他说看起来无什么黑青啊，但是那金刚呢，我说你脚抬起来给我看看，就你看他脚底怎么样？卡心黑青，卡心黑青，你看，卡心黑青，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大脚趾跟第二趾，第一趾跟大脚趾跟第二趾的时候什么？因为从高处掉落，因为从高处掉下来，怎么样？脚去这样子着地，这样子着地的时候，造成大脚趾跟第二脚趾之间有这个韧带拉扯受伤，是这样子，这样下去的时候，韧带受伤，这个叫指腹关节损伤。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看有没有淤青，不要只有看足背，要看什么脚底，有时候看看脚底。有的人讲，我们还有遇过那个病人，他是什么？去树上摘那个农叶，斑灵叶，斑灵叶啥？轮廓乱掉了，脚很久就没好，其实都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韧带损伤，韧带损伤，这样知道吗？那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一位，美国前总统拜登老先生，拜登老先生也是这个东西。各位请去看这不是我那个这是真的他有一阵子就只能坐在那个椅子上跟大家，因为他们总统都会圣诞节新年问好嘛，坐在大家的这个长椅上面，以前都站着嘛或坐着这样子，为什么？前面就肇事者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冬天美国人都喜欢去遛狗嘛，晚上遛狗，遛狗是给狗在外面尿尿，遛狗狗冲出去。突然这样冲出去的时候，他脚这样一踩，跌了，这个就肿了，这个肿了，所以这个指腹关节损伤，最有名的人大家这位都认得啦，你看，这个是这只吉祥大蛙 MP 好，怎么受伤？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垫脚尖的姿势往下跳，有的是从树上跳下来，那个楼梯跳下来，或者是那个高处下来，我们还有遇过那个阿伯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骑那个卡达车，卡达车的时阵啊，当头前杠，车子冲过去，他怎么一紧张他就跳下来就撞，跳下来就撞，掰他，就是中间脚趾的这个韧带被扯开，受伤，这叫腹直关节受伤，这个受伤怎么办？很不舒服打一包就痛，踏步就痛。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做什么？肌贴啦，肌贴，或者是使用这个辅具。那肌贴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压力越大，它约束力越大。你不踩它，它没有约束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我们也会跟各位讲怎么贴，这样知道吗？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东西。要休息要休息，糟糕，1/3都1/6讲完了，好了，那休息一下好了，我们休息5分钟了，好不好？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请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足部如果你站起来，可以看看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内侧有一个凸起，这个我们叫中状骨。中状骨正常人是一块，这一块，这个我们叫中状骨。这个是周状骨，但是有人比一块多一块，叫做腹周骨，它这里多一块骨头，这个叫腹周骨，腹周骨，所以有些人你看可以看到它这里面会凸起来，这个东西常常跟末顿四指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如果第二脚趾比较长，有的这里会凸起来，这个叫腹周骨。那腹周骨它有什么临床上的意义？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足部的内侧，这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骨头叫腹周骨。我们正常有一条肌腱叫胫后肌，胫后肌的这个地方，它是从这里往这里，对不起它是从这个腹周骨这里开始连到小腿去。但是如果你这里多一块骨头，它会怎么样？这个肌腱会从下面去绕。会从下面去绕这个地方，是不是这里比较弯、比较轴比较长，它比较紧，所以这一条肌腱它就容易紧绷，就容易受伤，就容易发炎，这样知道吗？所以有的人这个多一块骨头，他这里不觉得什么问题，但是他什么常常小腿会酸痛。等一下我们在座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一样的这样的同学，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去这个那这个是内侧，这个叫腹中骨、周状骨。那还有一个在外侧，外侧这个东西我们叫做骰子骨。骰子，大家知道那个骰子，骰骨症。骰骨症这个就是我们中足外侧很常见的问题，就是什么？走一走脚去扭到，扭到之后，足部的外侧就很痛，那这个东西我那个礼拜，大家知道礼拜天我常常在上课常常在地方上课，常常就会接到电话，常常电话。前一阵子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那个林口，我们林口的总院的某一科的长官打电话给我，前几个月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熊志我跟你讲，我刚刚去爬象山的时候，脚扭到非常的痛。怎么办？我现在在上面下不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那个院长你那个脚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子？然后我现在开视讯给你看，他说就在这里痛，为什么痛？那没有去爬过象山台北象山嘛，我们这里不是有那个叫什么独立山什么的，有没有？那爬有的时候是什么？它那个楼梯跟楼梯之间很窄。每一个那个坎之间很窄，或者是什么走的时候呢？他走的时候那个有一点滑，所以你在踩那个楼梯的时候，假设这个是楼梯，你是不是都用脚这样子？它不会整只脚下去，我们大概脚前面2/3踩上去，这样踩上去的时候，有时候楼梯太小，从外一点加，又歪到这里，歪到这里的时候，它就会什么？这里会非常痛，大家知道这个骨头它是像这样子，你这样扭出去的时候，它里面有沟会露出来，露出来的时候，它走这样太步就痛步，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踩下去就很不舒服，踩下去就很不舒服。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样 ？PACELOP 嘛 ，P 水大，在这边对，我山上有没有那个冰的饮料自己先冰一下。然后最重要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弹力带？或者是毛巾？我教你一个铁板，等一下有没有讲？先把它凸出来的地方把它转回去，先转回去，转回去。然后后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在台北治疗都没有好啦。为什么？因为人家去就说你这个要热敷要做电疗，要做复健，就是没有好啊。为什么？因为去检查的时候，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但是走路的时候也是突然会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痛。有时候痛不是什么大痛、小痛，不是迄个原因，不知什么时阵痛上难过，这样知道吗？
哦，我们人啊，哈，常常我们说痛苦嘛，因为痛而受苦，哦，因为痛而受苦。为什么因为痛而受苦？痛不是说很痛就很苦，不会哦，你非常非常痛，比如说我很大力给你捏下去，很痛，但是放开你就不痛，这种是可以预期的痛，预期的痛，这个不会很苦。好，痛最苦是什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发生。来无影去无踪，你比如说背痛，背痛的人最怕什么？或者是你在下面出神啊，一个出神哇，唔对就被塞了。大家最怕的是这种痛，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的疼痛，这个是大家最害怕的嘛，对不对？我们这讲疼痛就是这样，甩骨痛就是一种，它是大问题吗？不是嘛？非常痛吗？也不会啊。但是它最讨厌就是什么？你走路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给你来一下，你就是会不舒服。所以甩骨痛就是这样子。我就跟他说，你这就是甩骨痛啊，就这样治疗。他就说，我也知道啊，但是他在台北就是跑龙北后啊，他说我干脆来嘉义给你看好了。我说我在台中也有看他那个，他就讲好了要来，就说要来。结果你知道有一天就是他本来礼拜三要来看我都跟同事讲所以林口大长官要来，那个来看定金的来那个赶快给他处理了，让他回去就好。结果他那天突然礼拜一就打电话，一早就打电话给他，熊志，我跟你讲我的脚好了，早了。他说怎么好了？他去花莲，去走那个山上那个什么步道，燕子口呀还是什么那个。他去那个步道走，去走那个步道不是常常会有落石，他去走的时候不小心去踩到一个石头，痛一就痛，突然就好了。因为他就是刚好踩到那个地方，那个扭掉的地方调回去了就好了。我就说恭喜你，那个调回去就好，就好你就赶快贴起来，这样知道所以甩骨症的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卡住。就会不舒服，就是像刚刚同学会问到的，这个东西呢，踩到不平的时候，突然痛一下，突然卡一声，就非常的痛。这就是什么？就是夹脊症。为什么它会突然痛？就是这个骨头扭到了，它跟前面跟后面去碰到了，碰到以后呢，它就不舒服。那不舒服撞到的地方，夹脊症的地方它肿起来，它就一直不舒服。然后等到肿慢慢消下去，它又稍微恢复。但是它这个位置还是不对的，位置还是不对的时候，你再去碰到，下次就会痛，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把它复位，复位完什么？把它肌贴起来，肌贴。等一下会教各位贴肌贴，很简单，很简单，这个复位的方法，包括手也是这样，有些人跌倒的时候手去撑到这个地方卡住，他做这个动作就会不舒服，这个就会不舒服，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小问题，我们有遇过那个，我在台中的那里看诊，有那个跆拳道的国手跑来给我看，他是什么？因为跆拳道常常在这里嘛，而且有一次就是他那经典的节点这个地方就中了，这韧带就中了，然后他就不舒服，不舒服，痛了半年6个月。那中间就比赛去哪里治疗都没有好，后来真的忍不住就赶快比赛中间空档跑来给我看我调，3分钟给他调好。他说眼睛瞪好，然后徐师我有就推10个月都没过呢。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跑掉的时候你没有复位，所以你再去怎么做都没有用，吃药打针复健注射都没有效，所以要给他复位要给他贴一个肌贴，贴一个肌贴就可以，所以。是请教一下，他已经6个月了，那所以他那个骨头是不是韧带已经都增生，变成错位的姿势？他错位的姿势，那你把它调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很痛？你这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上礼拜没有讲到这个吗？没有。我们这个原理是这样的这个打个叉，这个地方我们手这里有一个腕骨的一个。那个纤维软骨复合体叫做 PMCC， 叫做三角软骨韧带复合体，它就是像一个三角形，像一个预饭团一样的一个
三角形，它是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手的。好，这是耻骨这个地方，然后这是手腕骨，它有一个像三角形的这个软骨复合体。这个软骨复合体呢，你如果这个位置往这边，这里是手腕骨嘛，这我们手腕有8块手腕的骨头，这是膀。好，如果你这个地方往这里，这个地方往这里，这个三角韧带软骨是不是就受伤？它就卡住。卡住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这样子不行，这样子不行，或者这样子会去卡住。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子动，他往这边动的时候这里卡住，或者往上翘的时候这里卡住。卡住，那你讲的没错啊，它久了以后这里跟这里会卡住啊，卡住就纤维化就不动，就不顺嘛。所以我们怎么做？第一个把它的空间打开。把它卡住的地方打开，卡开。然后第二个什么？让这个地方让它有足够的空气流动。这个地方，这个它往上、往下、左右，它都有空气可以动的时候，它在一个比较大的环境下面，它就能够修复。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调开以后，要把它的这个空气保存住，让它空气可以动。怎么空气可以动？就是这两个骨头不要太靠近，因为这个太靠近的时候，它就会往前挤，往前挤。好，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情形吗？啊，现场没有，好开心。好，那不然就是我们通常会把前臂的这个骨头，把这个前臂的这个骨头的缝隙把它放松。放松，你看哪两个地方？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这个叫做伸腕肌，伸腕肌，拨筋拨伸腕肌。什么伸腕肌？大家可以看看哦，你那个手这样动的时候，有一条肌肉，你这样摸摸看，有一条肌肉会动，大概是在中间。那你这个压的时候，拨这条筋，你手放这样的时候，拨这条筋，它会往手肘地方跑，这条筋就是，有没有？大家可以压压看，这一条有没有？压的时候，这个酸会往手肘这个方向跑。这条筋就对，你就去横向去拨它，拨30下，好，有没有觉得很酸？对不对？往手肘不是往下，往这边跑就不对，往这个地方去拨，这是第一个。好，30下，好，好啊。第二个是这里，我们手臂的这个东西，这个叫旋前，这叫旋后嘛。旋前的时候，这里有一条肌肉。这个肌肉大概是3分之一，手前臂的1/3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这条筋的内侧，这个地方拨的时候，它也会往上面跑，有没有？是不是很酸？这个地方会往上跑，也是横向拨拉30下，拨拉30下，好，就是横向，就是大拇指这样横向去拨30下，拨完以后，大家手腕在动，有没有比较灵活？这样动的时候是，这样转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没有声音，比较灵活，比较不会卡住？就是这个，就给它放松，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平常我们就是拨这两个筋，让它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去推它，就是把这边放松，因为它骨头跟骨头开了以后，它这个地方软骨就可以在里面动，所以我们做法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好，甩骨症也是类似的做法了，好 ，OK， 好，我要赶快讲话。都在没有实做，我们足部啊，就是这个是正常足弓、高足弓、低足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合并看后面脚跟有没有偏掉。等一下我们实做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脚跟，是直的还是内翻的。那这个盛行率啊，你可以看到其实蛮多的蛮多的。你看20到60岁的人，我们当中大家应该大部分都是这里，你看大概有多少？34.2啊，也就是平均大概3个人就有一个，好，所以我们在座20几位，至少有7、8位，甚至10位有这样的这个东西，这样知道吗？所以你看，如果你这个40岁以上的成人，1/4，40岁以上你又有高血压，1半，好，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的盛行率其实蛮高的，蛮高的，可以看一下。危险因子包括像年龄啊、遗传啊、肥胖啊、慢性疾病、受伤、运动量不足、肌肉量不够的人，还有什么不当鞋类。本来你是穿28号，你一直都穿28号，因为你都晚上去买鞋子，28.5的，长时间脚步在不对的位置下面去用力，其实这个都会有那个。还有就是什么都市化生活、关节松弛跟性别，性别有时候女孩子比较多，都市化生活，你可以看以前老一辈的人很少在很年轻就扁平足，为什么？虽然都拼恰他都一直跑步吧，都是那个都市化生活。我们下面一代人这一代人从小都是穿鞋子长大的所以脚趾不知道怎么用力这个扁平足的盛行率应该有更高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给各位看的扁平足你看足弓很明显，这个地方凸出来，还有什么脚趾往外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它的跟腱叫阿基里斯腱，它整个是弯的。所以有些人到后来他什么，连脚跟都会痛，连脚跟都会痛。好，那这个怎么测量呢？我们扁平足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测量。我们会有一个角度尺，量什么东西？量这个足弓，就是这个足弓，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应该是135度，135度，135度，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去量。比较常量的是这个，找到什么？找到我们的舟状骨，然后往前，这是大脚趾，脚跟骨这个角度，一般是135度的，好，那有人说，我没有这个尺，我怎么量？请大家什么？洗澡完沾水，看你的脚，如果是这样子，这是正常的足弓；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扁平足；如果这样子叫做倒足弓，叫做倒足弓，这样知道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我们在那个南台跟那个南华大学，我们都会教我们的修课的学生，就是量这个 FPI， 就是 Foot Posture Index， 这个是一个最完整的量我们的足部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看一下也可以的。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有没有高度一样，然后呢脚跟腱有没有偏掉，然后再来就是跟腱有没有内翻或外翻，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有没有多余的肉，足部这个地方有没有肉，还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凸起，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就是足弓，还有就是什么，站着的时候他脚有没有往外转，还是往内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的方法，好。那这个东西我在那个长庚医讯里面有写过这个文章，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这我们以前常常有一个病叫做公主病什么叫公主病？就是到外面去都不习惯，只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然后出去呢，跟一个字没有缘，跟哪一个字？跟酒，跟久无缘啦。坐久啦，倒久啦，徛久啦，行久拢袂使，就是跟久无缘啦，就是久，反正每一个姿势就无缘。坐着坐无5分钟，我腰酸背痛，我要起来，起来走一走，我搁腰酸背痛，我搁要坐咧，是不是很像公主，对不对？以前人叫公主病坐久无缘啦，跟自己无缘，跟久无缘啦，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现在渐渐知道叫什么？叫做松筋光症候群。这个怎么检查？请大家看看自己的手，你看你的大拇指能不能往后折？可以折折看，有没有人可以往后折的？正常我们是不能够往后折的嘛。你如果可以往后折，就是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况？你看他的那个手是不是可以往后折？你如果你看我们前面这位同学就有他的手可以往后折嘛。那你再来，你试试看你的第2指、第3指、第4指，是不是能够往后折？如果都可以往后折的，或者是你的大拇指可以往这边，往你的手这里，或者是手伸直的时候到超过10度，这些情形这个叫做松筋症候群，松筋症候群，大家可以自己检查看看。我们其实发现这种病人蛮多的，病人蛮多的，
这种松筋症候群的人，他常常就会这里那里不舒服，容易疼痛。还有什么扁平足，扁平足，这个是松筋症候群，有吗？好，那这个松筋症候群通常是什么？建议补充维生素 C 跟锌，海鲜的那个锌，锌，好。那为什么足部这个要处理？因为你这个如果是变扁平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什么？运动轴心会偏移，运动轴心偏移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叫什么？动力链的失调，刚刚有讲过嘛？好，那再来就是什么？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老师，我站着的时候没有扁平足啊，我踩着一点点啊。但这个时候我们是看什么？你在压力下面有没有改变？大家可以自己试着站站看。站着的时候，你看自己有没有扁平足，这一个观察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你站着的时候身体往前倾 ，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往前45度的这个动作？你如果往前的时候，你有这个东西产生出来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扁平足。这种是一种扁平足检查的方法。你可以这样看，你往前，脚往前的时候，看到这个足弓会不会往下塌？如果往下塌的时候，表示你的足弓的支撑力量是不够的。请大家可以看一下。OK。足弓下。好。那这个刚刚讲过，动力链的影响就会什么？小腿会内转，膝盖会偏移，还有什么？大腿跟腰会痛。所以这种人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什么？他的膝盖是有一点点往内转的。大腿跟小腿的方向的走向是不一样，就是有一点扭转，扭转。所以有些人膝盖疼痛、膝盖有声音、膝盖弯的时候不顺，它不见得是关节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足部的问题，引起这个大腿跟小腿它没有在同一个方向，没有同。我们膝盖是用来弯的，不是用来扭的。你如果常常扭它的时候，内侧外侧就会疼痛，这样知道吗？好，那怎么矫正？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实物给大家，等一下给大家试试看。它这个有细胶的垫片，有软的有硬的，可以塞在这个口袋里面，穿在脚中间。这个东西你平常用软的，长时间的时候用硬的，塞在这里。那是不是每天穿？一天大概4个小时就好，因为穿久会什么？脚会依赖。所以这个是被动矫正。被动矫正我们要做什么？主动矫正。主动矫正就是刚刚跟各位讲的什么？缩足运动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记得，然后怎么了？剪刀石头布是屈指运动啊，缩足运动是那个，有没有？还是不一样好，那再来就是说，老师，我真的缩足运动我不会做，买这个赤式瑜伽球，做什么东西？站在上面，你就是常常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就可以，这样知道吗？这样可以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鞋垫，鞋垫。那鞋垫的话，就是主动给它撑，主动给它撑。那撑起来后，我刚刚讲过，一天其实多少就够，4小时就够了。所以你看市面上有卖这个鞋垫，跟你说这是德国进口啊，美国原料，台湾制造啦，很贵，一副要卖你18000，要不要买？不要嘛，对不对？一天穿4小时的东西，为什么要买到这么好，对不对？其实通常只要做1-2000块，甚至买那个几百块的主动矫正啦。因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帮你保持在正确的位置。平常还是要什么？自己要调要动，OK， 好，那这个就是什么？缩直运动嘛，抓他会说，老师我连这个都买不起，我可不可以练这个？可以啊，怎么做？有没有人有手帕借我用一下？有没有人带手帕？好了，如果没有，我们用纸也可以代替一下。我们怎么做那个缩足运动？好，可以啊，借我们用一下。这个东西啊，大家想，你可以看我的手，假设我这样，因为用手用完毛巾，你还可以用脚啊，你大家就不一样。第一个，大家怎么做缩足运动？你可以先做屈指运动。屈指运动就是什么？这个
勾到脚底，勾到脚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做缩骨运动？这样知道吗？就是你做的时候，这个是缩骨运，这个是屈指运动。屈指运动，你把它勾到脚底的时候，把它包起来，这样捏起来，试着把它这样子握起来，夹起来，这个就是屈指运动加缩骨运动，这样知道吗？所以一条毛巾也可以用，这样知道吗？对，用这个也可以啦，用这个也可以。大家想，什么东西是最难的？你拿很厚的毛巾，拿大浴巾做是最简单。什么最难？抽一张卫生纸。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卫生纸那么轻的时候，你可以练到这个就成功。所以这个不用花钱，不要花钱。等一下理事长的厕所就关起来，不然大家都把卫生纸抽光了。好，那我们等一下下午会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请大家能够练习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自己至少能够贴扁平足的贴法，这是传统的贴法，这是传统的贴法，我们帮它贴扁平足，就是把它足弓建立。但是我下午会跟各位展示一个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方法，就是利用旋转增加它的足弓，所以这个下午会讲，好不好？OK。好，那接下来讲踝部扭伤。踝部扭伤我们刚刚讲过了，它是内侧或外侧的韧带撕裂，这是最常见的。韧带撕裂以后会影响我们的本体感觉，所以你会觉得什么？走起来空空的、怪怪的，就是觉得不稳定，就觉得虚虚的这样子。所以不是痛就好，因为痛的话大概是6个礼拜就好，但是韧带有时候可能要到9个礼拜。所以我们在治疗这种病人它是像各类的运动都会引起的那这个东西我们会给他做一些复位，然后做肌贴，像我们会讲做肌贴怎么贴那这个东西你看就是扭伤，有没有看到？肿一包肿一包因为它踝关节有扭伤，有积水那有时候韧带你看正常是这样。韧带有的小撕裂伤，第2级撕裂伤，第3级就断掉。断掉的时候它就是松松的，松松的会有声音，这个通常就是我们看外侧，这个叫距骨，这个叫腓骨距骨腓骨，这个叫距腓韧带，它有前面有后面的这叫距腓韧带那我们踝关节扭伤一般有3种有3种一种是外侧的扭伤，我想大家最常看到宾卡登。有的是什么内侧扭伤，还有一种是什么高位扭伤。有的扭伤之后呢，小腿一直痛，其实它是在哪里？距腓骨距骨可能胫骨跟腓骨，对不起胫骨跟腓骨这个真的带扭伤，所以高位的踝关节扭伤其实常常会被忘记被失误被误诊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说高位踝关节扭伤，通常是什么？脚足部往外转，小腿往内转，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自己摸摸看这个地方。你如果扭伤过脚，有的人这个地方不稳定，是这个地方，这叫高位扭伤。好，那我们平常怎么做？单脚站或是站这个平衡球、平衡板，单脚站这些东西都可以做训练。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好，接下来就是后跟滑囊炎。有的人因为鞋子穿太紧，这个地方肿起来，有没有？脚后跟这个地方肿起来，肿起来，这个就是后跟滑囊炎，它在这个地方因为太紧，有的人鞋子在后面太紧，所以我们可以做这种牵拉的方式，也可以什么？滑囊发炎，淋巴流动不顺畅我们可以什么？用淋巴减压的方式帮他贴滑囊炎。有没有？上个礼拜讲过原则嘛，对不对？110%的长度以下的，就是淋巴引流，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同学讲到的膝盖或者脚踝在痛，在动的时候卡住了，有的是前面卡住，有的是后面卡住，这个我们叫夹击症。夹击症的特点就是什么？你弯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它卡住会很痛。或者是大家可以自己看看自己脚往上翘的时候，如果两边的脚往上翘的角度不一样，那
角度比较小的那个，可能它就是卡住了，叫踝关节的夹直症。那有的是什么？往下踩，往下踩的时候，看往下的这角度有没有一样？如果不一样，它可能是后面的去卡住，这样知道吗？所以一般我们脚会请大家做什么动作？这样子，还有什么？转圈圈，转圈圈，就是往上这背屈，往下直屈嘛，对不对？看两边的角度有没有一样？第三个就是什么？顺时针转踝关节，逆时针转踝关节。请大家转的时候就是什么？看在转的时候顺不顺？什么叫顺不顺？专业的讲法叫什么？动作品质有没有受到影响嘛？对不对？有些人说，老师我脚这样没问题，但是我在转的时候，顺时针在3点钟到6点钟方向会卡住，那可能就是你的外侧的腓骨头有问题。那你如果说我说转内侧某一个地方会咔啦咔啦出现声响，就是什么？可能胫骨跟脚踝骨它就碰到。所以请大家可以自己检查，看看有些问题有效，就可以直接处理，教大家用几天，这样知道吗？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有没有请大家做这个动作？顺时针、逆时针这样子旋转。好，那接下来这个早体痛苦第一步啦。早起痛苦第一步，很多人应该有发现了，就是什么？足底的筋膜的发炎对不对？那因为足底的筋膜的发炎，早上起来第一步踩下去它会不舒服，这个有的是足底的发炎，但是有些人是什么？脚底长骨刺，有些人是什么？足底的这一块脂肪垫变薄了，这叫脂肪垫症候群，或者是什么？脚跟的这个神经有去卡到，这些都可能是足底痛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做区分。那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像足弓垫这个东西，当然也可以用什么肌贴。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我们怎么用肌贴的。那当然是重要的是什么？如果它是因为筋膜或者是腱膜的紧绷引起的足底的发炎，你还是要什么？把它足弓建立起来。足弓建立起来什么？穿鞋垫跟什么锁足运动所以这些东西大概还是要做的。好。那足底筋膜炎我们怎么做？你可以拉筋或者是什么拨筋对不对？拉筋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拉大脚趾？刚刚讲过脚盘肌质对不对？把它脚往上搬。那这个拨筋怎么拨？横向去拨它。所以有时候这里痛，你就不一定要去处理脚底、脚跟，处理中间或者前面的足部，这个是这样的方法。这样知道吗？那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老师，我是脚跟痛没有错，但是我不是早上第一步，我是下午越走越痛，是什么？很多人是这个脂肪垫症候群，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或者是受伤，我们脚底的这个脂肪垫它变塌掉了，它的萎缩了，它没有吸震的效果，所以它早上不痛。但是下午呢，越走越痛，也有可能是这个脂肪垫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什么？这个地方神经有去卡到，的时候，也是越走越不舒服。只是这个踝管神经会加上一个什么？脚底会麻，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脚跟痛很常见的其他的原因。那治疗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那你看，如果是足底筋膜，我们会使用这种细胶的鞋跟足跟垫。那当然，如果是它整个腱膜比较紧的，我们就会用这种整个的足底垫细胶的这个是越好，这样知道吗？那下午我会跟各位讲，像这几种不同的机器，我们怎么用肌贴，用肌贴来去做。好，那再来就是讲小腿抽筋小腿抽筋其实很多人很常见对不对？那当然补充水分，还有什么钾离子南瓜子这些东西，坚果类这些东西，都要补充。但是很常见的，除了这之外，有的人脚还会抽筋，为什么？因为他肌肉有拉伤。肌肉拉伤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它一直处在拉扯的情形上面，有时候半夜它就会抽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可以用肌贴把它什么肌肉的
长度缩短一点，让它不要一直被拉扯，而触发那个抽筋的这个反应。我们可以用使用肌贴去做这个东西。好，那再来就是平常我们做牵拉也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做这个。我们说弓箭步啦，弓箭步去做牵拉，中间啦。好，那总算讲到。这个里面有一个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血管阻塞。血管阻塞其实比我们常见的这个要比我们想象中要常见的。这种病人他会什么？越走越不舒服，因为乳感控，或者是走一走休息一下，它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是血管的硬化，或者是血管的阻塞。那你没有喝水，有时候越走的时候，它血流过不去，这个会造成血管阻塞，这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啦，间歇性跛行，就愈行愈艰苦，愈爱休息安尼，这个东西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有可能是血管阻塞。那血管阻塞的时候，除了我们说走路的这个时候不舒服，晚上会不舒服，还有什么？他的脚会觉得麻。会觉得刺，还有觉得抽筋，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血管阻塞，这个都要做检查了，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糖尿病的病人也会有，也会有什么我们叫穿袜子跟穿手套，在这个袜子跟手套分布的地方，它感觉会比较差，感觉比较差。它这个感觉比较差就是什么？电视常看到那个巡差年的广告，对不对？孙女那个嘛，骑车子，阿嬷你哪弄多尴尬的那套，对不对？就是那个脚，这个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糖尿病跟这个神经病变也有关系。它这种比较严重，你看，这个关节就在这里，磨损的很厉害，这叫下颌式关节，或者是类风湿性的关节。像这个东西，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有时候我们肌贴也可以帮忙它了。OK。好，这个是足部照护的几个技巧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所以其实在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有这3个东西请大家要注意啦。走会有声音，会有疼痛，会有活动度受限，这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嘛，还有很重要是什么？多看几眼，自己的脚多看几眼，还有就是看看踩地跟行走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些东西都有相关。这我们上礼拜讲过，对的鞋子很重要。鞋子买一双好的鞋子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就是碰恰卡行路，以前是大东人讲，卖碰恰卡行路会寄生虫，其实不用怕，现在寄生虫很少了，就算有，我们也都能够适当的治疗，不用担心。赤脚行走是好事啦。还有这些东西。比如说疼痛啦、苍白啦、冰冷啦、麻木啦，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脉搏，大家可以摸摸看，我们足背有一个叫足背动脉的一个脉搏在这里，大家可以摸摸看，在第一脚趾跟第2脚趾之间中间的这个地方，你可以摸，看它脉搏有没有跳动，有没有？那个地方你可以摸摸看两边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看它脉搏在不在。如果脉搏减弱，或者是不在，也要小心，有时候是血管去塞住，这样知道吗？真的是有我们有那个病人，你知道，他跑来给我看，他说医生，我的脚用钢卡拢无好，香港脚没好，皮肤一直脱屑。他那只就是5只脚趾头，它只有第2只脚趾头，不是第3只，第2只第2只脚趾头一直脱皮，一直脱皮。他跟我说这个脱皮。叫我开药给他擦，开药给他，我说不对，你看了我给你看，我把那个皮剥开之后，发现他那只脚趾头是黑的，血管塞住，血管塞住。等一下，因为这次在录影，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照片，血管塞住，我赶快怎么样给他用药，后来那只黑色的就变成白色，白色就变成红色，就是血管塞住。所以有时候血管塞住很重要，要注意。好，这个是这样。好，那这个另外就是大家讲义都有可以回去看，我书上都有写。挑鞋子的重点，不要看尺寸选鞋子，然后穿的时候是鞋子要适合你，而不是你要去适合鞋子。所以看到鞋子在打折啦，或者是买几送几啦，这个
点心桃一聊斋了哈，不要下去买不合适的鞋子穿了哈，感觉不好了哈。还有就是穿的时候要试穿，大部分的人都是两只脚不一样大，好，用比较大的那一只去试。为什么？因为你是可以的，另外小的怎么办？可以穿袜子，可以穿袜子去矫正，然后记得下午或晚上脚最大的时候去试鞋底，为什么？大半号，大半号要小心，所以通常我们是建议中午或下午啦，经常量脚的大小，脚的尺寸会随年龄改变，这样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很喜欢说，国外你帮我买尺寸，那个我2年前买是28.5号，你帮我买，结果买回来不行，变太小，这个或者太大，这个尺寸会随年龄改变，然后记得鞋子不要只有穿着，起来要适中，不要穿太紧，太紧的时候你穿变大不行啦，然后再来就是高跟鞋不要当工作鞋，当百货鞋就可以，好不好？这个是挑鞋子的重点了，好，第一阶段总算讲完了啦，这是 take home message，动作，我跟你讲，足核心很重要，足弓平步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复位，我们再去做修补，好，再来就是什么？什么不会骗你？你的脚的动作不会骗你，你常常觉得怪怪的，你看一下你的动作如果有问题，那真的就是要有问题，就是要修理，好不好？好，讲到这边，第一阶段讲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休息吗？不用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好，请大家看第2阶段，有什么？看有没有变。